第534节，1970年6月8日星期一晚9点05分。意识有许多特性，你们当然已知道某一些，不过还有许多并不那么明显，因为你目前大半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用你的意识，以至于它的知觉显得十分不自然的样子。换言之，你透过你自己的肉体机制来知觉你的意识。当你的意识不经由肉体的媒介来运作时，如它在出体以及一些离魂的状况时，你对它就不大知觉了。不论你在身体内或外，意识的特性都是一样的，不论在死后意识所采取的形象为何。我所提及的意识的风与谷，多少都存在于所有的意识内。你意识的本质基本上与它现在的没什么不同，纵使你也许不知觉它的许多特性。举例来说，你的意识具有他心通和天眼通，纵使你也许并不知道。在睡眠中，当你常假设你自己是无意识时，你也许比你现在的你还有意识的多，却只是在用你在醒时生活里不接受为真的或有效的意识能力而已。所以你把它们关在你意识经验之外，不论是你的或我的意识，都十分独立于时间与空间两者之外。在死后，你只是觉察到一直在你内在的意识的更大威力罢了。当然，既然意识有那些能力，你现在就能发现它们，并且学着用它们，这对你的死后经历会有直接的帮助。如果你在事前了解，举例来说，你的意识不只是不被你的肉体所囚禁，而且能随意创造其他的部分，你就不会被你自己的反应的性质吓那么大一跳。那些将他们的意识与他们的身体过分认同的人，会无故地受到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折磨，流连在尸体旁边。的确，他们是相当绝望的灵魂，以为自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如我以前所说的，你现在是一个灵，那个灵拥有一个意识，那么这个意识属于这个灵，但两者却不是一样的。灵可以把它的意识打开或关闭，意识的天性可能会闪烁消长，但灵则不会。我并不喜欢灵这字，因为它附有几种暗示，但它适合我们的目的，因为这个字的确暗示与实质的形体无关系。意识并不在睡眠中恢复精神，它只是转到其他的方向。那么说意识是不眠的，而它虽可以被关掉，却不是像一盏灯一样的。关上它并没有熄灭它，像关上开关，一个光消失的时候一样。随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如果意识是像一个属于你的光，即使当你关上了它，那儿仍会有一种微微的光，而非黑暗的。因此，灵永远不在它的意识被熄灭了的一个虚无状态。因此，了解这点非常要紧。了解意识永不熄灭是非常重要的。早先我说过，你只熟悉你透过身体媒介来运用的你自己意识的那些特性，你依赖身体来表达你意识的感知，再者，你倾向于把你意识的表达与身体认同。在我们的示范中，当然也就是刚才约瑟所提到的自己的经验，这是约瑟同意去做的。约瑟允许他的意识撤退，并且到某个程度开始切断了他在身体上的表达。他并没有有意识地知觉他的同意，只为如果正常的醒时的意识知道的话，他一定会害怕，这种表演与示范就无法演出了。当我说到意识变成模糊的时候，约瑟就经历到它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对意识的操纵练习。临终时，这类的事情以深浅不同的程度发生。当意识领悟到他不再能借着身体的媒介来表达自己时，如果临终者过分地与肉体认同，那么他就很容易地惊慌失措，以为所有的表达就此切断了，而由此他的意识也就快要熄灭了。
这种对灭绝的相信，这种对本体即将在下一刻被消灭的确信，是一个严酷的心理经验，它本身就可能带来不幸的反应。结果相反的，你发现意识根本是完整的，而它的表达比以前还要不受限制得多。约瑟潜意识地选择了去干扰那种他当时正在用的表达方法，只因他们的干扰会引起应得的注意。在我给了这个我希望是合宜的背景资料之后，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以几章来谈谈在肉体死亡之后及死亡的当时存在的本质为何，并涉及在轮回完毕之后肉体最后一次的死亡。在我们能够开始之前，对你自己意识的本质与行为有一些了解是很重要的。